我们不是在比赛，我们在这个八角笼里面展示女性力量。我们女性，谁说我们不可以？我们可以。中国格斗女王张伟丽凭借恐怖的实力，在擂台让全世界改变对中国女性的看法。她可以小鸟依人，也可以杀气十足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23岁的张伟丽刚进入职业拳坛就如同天神下凡，用顽强的意志和摧枯拉朽的重拳，直接打出了21连胜的惊人战绩。平均下来每场比赛的时间不超过1个回合，直接让外国拳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还怀疑张伟丽是不是男扮女装。然而就在张伟丽拿下世界冠军后，却遭到了法国女拳王的嚣张挑衅，扬言张伟丽就是个二流选手。张伟丽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，她在我的眼里顶多就是一个二流货色。这么说吧，我已经向她下了生死挑战书，只要她敢接，我会飞到中国，立马打死她。这个嚣张的法国女拳王名叫基恩·弗朗索瓦，有着26战24胜1负1平的优异战绩，所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面对不知死活的法国女拳王，张伟丽也是丝毫不惧百拳霸气前来迎战，势必要给其上一课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张伟丽如何暴揍嚣张的法国女拳王。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，比赛开始后，张伟丽丝毫不惯着对方，压制上去使出腿法攻击，法国女拳王则是边后撤边用腿反击。张伟丽完全不惧，硬顶着对手的伤害冲上去。法国女拳王见情况不妙，立即搂抱进行防守。张伟丽抓住机会，用半腿摔放倒在地，直接拿到了上位控制，吓得法国女拳王龟缩防守，四肢紧紧的抱住张伟丽，不给任何活动的空间。双腿的防守式当中，从力量那边，我们从一出场就感觉张伟丽力量要好一点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所以我不会打站立，我直接打地面啊，是吧？张伟丽看对手要掉出擂台，于是果断起身回到站立。没想到法国女拳王起身后，抡起拳头就猛冲猛打，张伟丽立即后撤躲闪，再次搂抱住，重新将其放倒在地，还是要把对手放到地面才会老实。占据上位的张伟丽不停寻找重拳砸击的机会，吓得法国女拳王疯狂挣扎，奈何张伟丽再也不会给她起身的机会。过的进攻，但是张伟丽轻易的防守掉了。张伟丽现在在上位的地面砸拳的进攻，在当中双方的缠斗是非常大的一个环节。我们看到基恩在地面的法国女拳王疯狂搂抱，被张伟丽压制的毫无办法，只能用双腿夹住手臂，防止张伟丽地面砸击。张伟丽则是用蛮力强势挣脱后，还顺势拿到了上位7成，随后抡起拳头疯狂砸击，疼的法国女拳王疯狂挣扎。张伟丽并没有打算放过她，持续不断重拳砸击。是的，再次肘击。我们非常少啊，看到女子运动员有这么强的爆发力，特别是在缠斗方面。刚才一个砸肘已经奏效了，差点造成了明显的效果。现在是被迫转身，其实如果是被迫转身的话，就给张伟丽一个后背裸脚的机会。继续的砸肘、砸拳，不停的砸拳，不停的砸拳。他就今天认为看到毫无还手之力的法国女拳王，吓得裁判立即终止了比赛。张伟丽让嚣张的法国女拳王付出惨痛代价。张伟丽以绝对的实力，擂台上全程压制暴揍嚣张的老外，最终张伟丽也是以 KO 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。张伟丽好样的，为国争光！这种进攻我没有见到，是第一次。注意看，小虎铁英华不小心被一拳击倒，台下的外国美女看到这一幕，也是兴奋的呐喊欢呼。铁英华并没有因此放弃，起身后眼神突变，重拳打得韩国不败冠军狼狈不堪，瞬间让台下观众一片哗然。击倒铁英华的这个家伙名叫金东秀，此人绝非是一个等闲之辈，来华3年时间就横扫了中国拳坛半壁江山，就连坦克邱建良和炸药杨卓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可见这家伙实力有多强悍，所以让金东秀越来越嚣张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面对不知死活的金东秀，铁英华霸气前来迎战，势必要给其狠狠的上一课，让他知道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比赛开始后，金东秀率先打出刺拳试探，铁英华立即后撤防守，没想到金东秀不依不饶，持续不断的上前追击，铁英华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先后撤躲避，随后再寻找反击的机会。包括有部分观众认为啊，这个看法有争议。
但是今天又在我们同样的一个擂台，是真正那个胜者啊，胜者。现在小虎铁英华呢，这个打阵地战好像没那种，那种冲劲儿，好像那个猛击猛打。随着比赛的进行，金东秀依旧占据上风，压的铁英华也是非常生气，直接使出势大力沉的低扫砍腿。金东秀反应非常的快，躲开后继续上去压制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铁英华则是围绕绳边游走，尽量避免挨到对手的重拳。近距离，特别是拳法打的是非常出色。小虎用自己的这个膝法和腿法的这个控制对方呢，也是这就是8人晋级战的残酷的地方。小虎其实在第1场比赛里已经脸上挂伤了，漂亮！是他这个拳法的这个启动特别快，而且隐蔽性特别强。此时不死心的金东秀将铁英华控制在围绳边，想要一举将其拿下，结果被铁英华抓住漏洞，使出一记势大力沉的转身边拳，直接将金东秀击倒在地。裁判见状立即上前进行读秒，没想到这家伙非常顽强，摇摇晃晃的起身后还想要继续比赛，这也将铁英华彻底激怒，直接猛扑上去抡出左右摆起狂轰，丝毫不给金东秀任何喘息的机会。这个时候已经有了，再次被重击，金东秀被 KO 了。真的是毅力双方的这种真的是有毅力，在这种还能够跟对人能齐之间呢。但是金东秀这时候的体能已经相当下降的严重，没错，他要能扛过这一回合，下面还有的打。这时候小虎要打准。看到被击倒在地的金东秀，裁判也是果断的终止了比赛。最终，铁英华以绝对的实力给嚣张的韩国选手狠狠的上了一课，让他知道来华要低调。铁英华好样的，为国争光。比赛结束了，3次击倒，按照规则不需要再读秒了。注意看，死神方便重拳4次击倒的黑人拳王，正是排名世界第1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。此人来华的4年时间里，凭借强悍的实力，在擂台上连续击败了9名中国悍将，无一例外都未能幸免，几乎每场比赛都是以 KO 方式的获胜，因此让很多拳迷认为马库斯在中国没有对手，这也让他越来越嚣张。发布会上当众辱骂中国选手，随后还上前进行殴打，可见此人已经嚣张到什么地步。面对不知死活的老外，中国小伙死神方便霸气前来迎战，决定给这个家伙狠狠的上一课，让他知道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虽然当时的方便名气很低，是一个登上拳坛的无名小辈，但丝毫不惧，势必要用拳头证明自己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方便如何用拳头教他做人。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比赛开始后，马库斯就双手护头，慢慢的压制上前，使出一记低扫进行试探。方便丝毫不予理会，马库斯见状乘胜追击，将方便控制在围绳边，使出高扫攻击过后，方便躲开后迅速调整，直接抡起拳头反击，瞬间打得马库斯慌忙后撤。但这家伙非常的坚强，很快就调整过来继续压制，但方便的重拳一点都不含糊，接连命中了好几下，疼的马库斯搂抱防守。但这家伙不讲武德，竟然违规用顶膝击倒方便。裁判见状立即对其口头教育，马库斯则是一脸的不耐烦。我出来之后就拿了回来肉的冠军，可以说是因为跟您打比赛，导致了乔西里的出现，完全体征为负。这样，双方都是不败的王者，其实双方的心理压力应该都非常的大，都非常大。这是没有任何优势的。此时的方便占据主动，使出一记下劈腿攻击。马库斯立即后撤进行躲闪，随后调整一下想进行反扑，结果被方便后手拳命中。见情况不妙的马库斯立即搂抱防守，双方分开后，方便抡起拳头就开始狂轰。马库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，但此人非常的顽强，即使被重拳狂轰，依旧顶着伤害压制。觉得方便这场比赛是拼了，为了自己的荣誉。其实看得出来，方便也非常的轻松，还是看到被击倒在地的马库斯，台下的观众欢呼雀跃。裁判见状立即上前进行读秒。马库斯起身后一脸的不屑，丝毫没有放在心上，还想要继续比赛。方便也是被激怒，直接打出一波组合拳狂轰。难以招架的马库斯再次被击倒，结果这家伙还是满不在乎，可见此人有多猖狂。我觉得方便不会再给马库斯机会了。
抓住机会。哦，哦又一次击倒。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。还要再打，还要再打，这一回合还有再最后一次的 KO 机会。马库斯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，我觉得。比赛结束了，3次。看到被击倒4次的马库斯，裁判也是果断的终止了比赛。最终，方便以绝对的实力，全程暴揍嚣张的马库斯，让其见识到了方便的实力。这一战，马库斯被打得怀疑人生，方便好样的，为国争光。